对乌克兰反攻，各方说法不一。普京干脆说已经失败，那您怎么看？俄乌能从冲突转向和谈吗？对于乌克兰反攻，就像你所判断的，各方的说法不一。但是呢，基本的形势是反攻遇阻，成效不大。美国和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呢比较失望。从美国和北约的角度看乌克兰反攻至今未取得重大的进展，没有预想的那么快。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说，现在评定乌军反攻失败还言之过早，但是指出这将是一场漫长、艰苦与血腥的战斗，意味着反攻呢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，乌克兰正在为夺回更多被占领土地而战斗，已经夺回了最初被占领的约50%的土地。他呢有意回避了乌克兰反攻的成效，实际上呢看的是从今年6月份以后夺回了多少被占土地。他说乌克兰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，还处于反攻的初期，这是政客的客套话，而承认呢俄罗斯人已经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这呢是事实。他呢没有给出如何加大军援乌克兰的具体策略，这就意味着美国对泽连斯基可能产生了放弃的冲动。那么再来看乌克兰，宣称反攻2个月来呢，已经收复了227平方公里的土地，面积不大，这很难说呢是有进展。他们抱怨没有空中火力，抱怨俄罗斯的地雷埋得太多，并隐约透露出不想按照美国和北约的方针打仗，声言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等等。这些呢都说明他们对反攻并不是很积极，主要呢是要借反攻从美西方那儿要钱要武器。而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呢，乌克兰反攻呢已经失败，并给出了失败的证据，说反攻以来乌军被消灭2.6万人，有一天呢就干掉了15辆豹二坦克和20多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。那么可以说乌军反攻呢基本上是没有突破的，还在俄军设立的1000公里防线之外。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对乌军来说还有3个月的窗口期，因为之后天气就变冷了，战场变泥泞了，到时呢还没有进展，那么就会和现在一样继续僵持着。而美国即将加入大选集，很难满足乌克兰的武器弹药需求量，那么结果呢可能是继续僵持，不排除到了年底以后，俄乌会从战场僵局转向和谈。乌克兰呢要俄军撤退到去年开战前的边境，看来是希望渺茫，因为俄军人员和武器弹药呢一直是乌军的2-3倍以上。好的，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。台军汉光39号年度例行军演的实兵演习部分于24号开始，将持续5天。与此同时，台防务部门声称，演习开始当天发现多架解放军军机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。分析指，解放军常态化在台岛周边活动，有力震慑了妄图以武拒统的岛内台独势力。台防务部门表示，自24号上午6时至25号上午6时，发现解放军军机25架次、军舰4艘次，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。报道称，根据台空军公布的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，其中1架次 TB001无人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，并绕行南部至东南空域；2架次歼10战机、4架次歼16战机、1架次空警500、1架次运8技术侦察机、1架次彩虹4无人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。而在此前一天，也就是23号6时起至24号6时，台防务部门就发消息称，发现解放军军机11架次在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4架次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。对于近2日解放军军机舰在台海周边活动，观察指有较强的针对性，因为台军所谓年度最大演习汉光39号正在上演。据台媒报道，台军汉光39号演习的实兵操演部分24号起一连举行5天。这次演习科目大幅增加了所谓民间重大基础关键设施的防卫推演，包括桃园炼油厂、桃园机场反空机降、台北港攻防、台北车站防护、台东贝园丰年机场起降以及新北八里联合反登陆作战等。台媒报道称，这可说是汉光演习举办39年来所谓最逼真、最接近实战的一次。他所说的，这个所谓逼真、所谓接近实战的话，应该说是非常可笑的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们对解放军的实际部署，对吧？打击的目标、动用的规模、覆盖的范围、作战的范围等等，都是一无所知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只凭着自己的推测来设定演习响定，就认为是逼近实战，那么应该说还是比较可笑的。报道指，这次演习是参考了解放军去年8月、今年4月的2场环台岛实战化演训的内容。据透露，台军防卫作战重心放在北部作战区，中部作战区及所谓外岛的演练重点应是待命警戒。不过，台防务部门24号表示，根据气象局报告，台风杜苏芮可能侵袭台湾。基于安全因素及防台整备考量，台空军已决定取消25号台东丰年机场战力整补操演科目，且台风影响所及，26号桃园机场反空机降演练，27号的巴黎反登陆操演恐也无法如期实施。不是讲说我讲好，说搬就搬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按部就班来吧。台军汉光军演素来以意外频发而著称。据统计，近年来的汉光演习共发生过3次有人员死亡事故，造成8人死亡。其中，2016年汉光32号演习期间，台陆军564旅一辆 CM11战车因为刹车失灵翻覆坠溪，车上5人仅驾驶员得以逃脱，其余4人身亡。2018年汉光34号演习搭配万安防空演习，台空军花莲基地起飞2架 F-16战机，模拟对基隆港发动空袭，因为遭遇云层以及军民航管制人员沟通疏失，导致一架 F-16撞毁于瑞芳五分山，飞行员死亡。2020年的汉光36号演习期间，台海军陆战队99旅官兵演练搭乘突击橡皮艇登陆，因为突发涌浪导致翻船，造成3人死亡。香港中评社的评论指，因为意外不断，汉光军演令台军弱点暴露无遗。一方面反映台军积弊未除，训练水平还是不行，实战水平更难言有大幅提升。另一方面，民众因演习意外不断而对台军素质和能力信心不足，民心、军心都有问题。汉光演习常被讥为军事表演秀和荒唐笑话的代表，外加意外不断，每一次演习都令当局尴尬及惊心。近期中美高层互动增加，对于两岸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？美国国债高企显示的国力衰退，又将如何影响其全球地位？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曾供职于美国广播公司，最高任职副总裁，他还曾担任岛内民意代表。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《台海风云录》，本期带来雷倩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局势的独到观察。本月中旬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·克里开启了访华之行，成为近1个月来第3位访华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。在他之前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先后访华。对此，雷倩认为，短期内中美关系有所改善，但长期看，美国仍会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，这一点很难改变。我认为美国在2010年以后，他就逐步的把中国大陆视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，而且是 peer competitor， 就是等量齐观的啊，就是势均力敌的敌手。到了2014年呢，这个国家大战略应该已经定下来了，不太容易改变，只是它在哪一个场域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所变化。譬如说，今天我们打外交仗，明天打军事仗，后天打金融，再来打经济，它在这些场域中间做了一些变化而已。所以，中美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停停走走，好好坏坏，他们就会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坏，有时候往前走，有时候退2步，这就是看互相在实力上面的比拼，都是用好像那种武林高手的内劲啊，2个人握着手，就像推手一样。中美高层互动增加，是否会对两岸关系带来暖意？雷倩认为，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，两岸也是有智慧和能力处理好关系的。但是，只要美国一日不停止插手台海事务，台湾就难改充当美国棋子的命运。两岸是有能力、有智慧去解决自己问题，完全不应该由外国西方列强来主导我们的命运。可是你在台湾，你看我们最近在谈的是什么？我们在谈的是又有什么武器要来了 ？AIT 要扩张它现在的总部，新的武器要来，
新的所谓的军事教官要来，新的政府官员要到我们的政府的部门里面，作为美国学者来研究。那再加上各种各样完全修改了过去我们的防卫计划的这些作为，只要台湾的执政者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，台湾的问题就是危如累卵。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在决定两岸人的命运。民进党当局不仅是妄图以美谋独，近日有媒体曝光，英国前首相特拉斯5月窜访台湾地区，民进党当局为此花费了近400万新台币，而特拉斯的任期只有49天。起来非常漂亮的外交烟火，其实在我看来，对于改善两岸的现状，或者是蔡英文政府想要做的台海问题国际化，都没有真正的实质效果。更何况呢，台海问题真正的国际化，是因为美国跟西方媒体希望我们进入战争，所以现在的这条路线是绝对错误的路线。也因此，我认为2024年台湾的这个选举，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以外，它更是假定我们可以进入和平，更是将来你到底在两岸中间你要用什么方向，两边要如何合作，有什么路径图，有什么执行方案可以一起往前发展，这一条路线的选择。